跟龙庭斗了这么多年，他们貌似总在吃亏。龙庭的住处进去过，但进去后损失惨重。今晚的计划他们安排得很好，连他亲生儿子都亲自出动了。可是儿子到了人家的门口，最后却放弃了进去，等于将策划好的计划完全放弃。他还不能骂儿子，儿子的担心也是有道理的，就是换成他当时估计也不敢随便进去，太容易成功反而有大坑等着他们。龙庭师徒太可恶，他们的人真进去了，等待他们的是什么真不好说，到时候别说偷到信物了，人能不能回来都是未知数。程玲玲妯娌俩把他们的保镖揍了一顿，龙老头心里就有点犹豫的了，想过取消计划，但又心存侥幸，想着他们闹了一场，说不定会放松警惕。纠结过后，他最终还是让儿子按照计划行事。见父亲沉默不语，神情里满是失望，龙拓小心问道：爸，你怪我吗？怪我放弃了机会？爸不是怪你。龙老头说道，你说的那种情况，换成是爸在场，也是决定离开的。龙庭那么狡猾的人，不可能不做防范，肯定挖着大坑等咱们过去，好将咱们一网打尽。我是觉得老天爷似乎没有站在我们这一边，我们父子两代人花了多少心血在这件事上，30年了，严格来说将近31年，投入多少人力财力，到今天依旧没有拿到信物。该死的龙庭非但没有死，反而变得那么强大。他的龙腾集团已经将咱们龙氏集团挤得快要喘不过气来，他身边的人又那么厉害，看他这2天动作的架势，他是打算公开承认他就是龙庭了。叶这个姓氏是他养父的君家的当家人，是随母姓的，现在的大少爷也是姓叶，龙凤胎妹妹才姓君。君家2小姐还没有出生之前，只有穆晴生的一个女娃，君家长辈宁愿长孙不姓君，也要求孙女姓君，故而穆晴的一双儿女，一个姓叶，一个姓君。难道家主之位真的只能由他们嫡系一脉继承？咱们这些旁支旁系不管怎么努力，都做不上家主之位，咱们的列祖列宗就甘心屈居人下，不保佑咱们？龙拓理解父亲的不甘，他也不甘。爸，就算龙庭真的公开身份，要回来继承家主之位，咱们真就让他继承吗？怎么说咱们父子俩也经营了30年，除了那些精英咱们调动不了，其他尽在咱们掌控之中。族里的那些人又成不了气候，等龙庭真回来了，我们一样可以将他推翻。30年前爸不是将他的父母家人都送走了吗？30年后我们仍然可以将他送下去，和他的家人团聚。叶龙庭再厉害也有弱点的，只要他敢回来继承家主之位，咱们就有更多的机会对他下手。他再怎么防着也会有漏洞的，不过得先除掉他身边的那个女保镖，然后再除掉其他保镖，那样龙庭就成了光棍司令。凭他再厉害还能上天？他们人多势众，又是在自己经营了30年的地盘上，对龙庭动手比现在要方便很多，机会也很多。他就是身边的人太厉害，现在可以确定他就是30年前那个孩子了。那龙腾集团的那个周总，是不是宛城战家那位的外甥叫周阳的？龙老头点头，肯定是周阳。周阳小时候就认识了龙庭，爸以前还想通过周阳去接触龙庭的，计划中途失败了。穆晴说他的养子送了人，我不相信就是知道周阳小时候和穆晴的养子一起玩，否则我也不会想过利用周阳。龙拓极度的牙痒痒的，咱们龙氏集团在 H 市那么多年了，几乎都是龙头老大。龙腾集团成立后，一点点挤压咱们的生存空间，而老板却是2个年轻人。龙腾集团在 H 市才几年的时间，而龙庭成立龙腾集团时才20出头。周阳和龙庭一般大，2个年轻人凭着胆大敢闯，居然杀出了一条血路，现在直逼龙氏集团这个龙头老大了。龙腾集团还经常抛出重金来撬龙氏的墙角，还真让撬走了几个高管。龙拓反过来去撬龙腾集团的高管，却撬不动。他最欣赏的是周总，现在知道周总就是战家当家太太的外甥周阳了，怪不得周阳那么厉害。他从小就在小姨姨丈身边长大，后来回到亲妈身边，亲妈和继父都是商界大佬，他又是自小就聪明伶俐，记性好，有那么多厉害的长辈教他，
他就是一团烂泥也被扶上墙了。他们是年轻人不假，但他们有那几大豪门在背后撑腰，还是让人不敢小瞧了的。现在我算是明白龙腾集团为什么发展的这么快了，老是抢咱们的客户，有些合作了多年的老客户都能被他们抢走。龙老头恨恨的道：我不服呀，咱们父子俩都打理了30年，最后却要为别人做嫁衣吗？30年前以为灭了家主一家，终于轮到他们这些旁支旁系当家的了，结果找遍了家主的家都没有找到信物，就连地都挖了3尺也没有找到。帮家主一家子收尸时，才发现少了个幼子，当时才1岁左右的龙庭。从出生起，龙老头子就看着这个孩子一点点长大，在下手时他吩咐过，要团灭连幼子都不能放过。龙庭是家主的儿子，不出意外以后就是新的家主，而且那小家伙很聪明，当年才1岁大，他都觉得这小子会比家主更厉害，所以就算是幼子，他也没有手下留情，要求将家主一家老小团灭了。发现少了个幼子后，龙老头当时并不担心的，想着就一个小奶娃，就算有人救走了小娃，也是家主的保镖，就1-2个保镖哪能抵挡得住他派出去的杀手，早晚会将那小子送下去和他父母团聚的。后来家主的保镖以及龙庭的保姆都死了，他亲自去见了那几个人的遗体，确定他们的身份，唯独龙庭一个还在喝奶粉的小奶娃不见踪影。小娃娃说话都不利索，只会叫妈妈，若是被人捡走或者被保姆送了人，想找到他很难。全国那么大，寻一个人如同大海捞针，他派出去很多人追寻龙庭的下落，后来是有线索的，龙庭竟然被保姆带着穿州过省，最后出现在望城，当年还是君家大少奶奶的。穆晴在望城捡到一个小娃娃，他怀疑就是龙庭，但没有办法确定，兰家不好惹，他没敢去招惹。等穆晴回了君家，他的人跟踪穆晴，确定穆晴是捡到了一个孩子，年龄和龙庭对得上，但外界的人见不到那个孩子，不知道那孩子长什么样，外界的人连那孩子的名字都不知道。君家对他保护得很好，他的人因为跟踪穆晴，在风尘山庄外面转悠，被君家知道了，将他的人揍了一顿，警告一番。再到后来那个孩子的消息一点都打探不到，现在龙老头才知道他们打听不到，是穆晴将孩子送走了，送去拜师学艺，并不在 A 市生活，所以他的人在 A 市打听不到。听说周阳有个年纪差不多大的玩伴，他捕捉到这个消息，又和龙庭联系在一起，本想通过宁家二小姐来确认孩子是龙庭。宁二小姐那个贱人拐着他给的钱财，睡了他的2个保镖跑了，爸现在怎么办？龙拓更不服，父亲已经老了，他还能再活几10年，在代理家主的位置上做了10几20年，眼看到希望了，最后还是为他人做嫁衣，就是气都能气死他。龙庭肯定会将家主信物看得比他命还重，我们想偷也很难偷到手，况且我们的时间不多了，叶龙庭说不定天亮就亮明他真实身份了呢。顿了顿后他说道，我们还能走的路就是你说的，等龙庭坐上家主之位后，我们能够近距离接触他话，对他下手的机会变多，成功的几率也大。嘿嘿，也只能这样了，你回房休息吧，天亮了还要回公司呢，要一切如常，别让龙庭抓到把柄。爸，我知道了，你也早点休息，别想那么多。车到山前必有路，船到桥头自然直，总会有解决的办法。龙拓安慰了老父亲几句才离开书房。龙老头在书房坐到天明，再也没有合过眼，99步都做到了，就差那1步，他始终跨不过去，真的气都能气死他。夏天天亮得很快，清晨6点多太阳都升起来了。H 市的夏天相对于南方城市不算热，但相对于以前来说也是越来越热了。龙老头走出了书房，一夜没有睡好，下半夜睁眼到天明。他年纪大了，熬这一晚显得很憔悴。他拄着拐杖下楼去，还在楼梯上就听到外面闹哄哄的，依稀听到管家说老家主和家主都还没有起来，你们有什么事晚点再过来说吧。那些人在吵着什么老头子听力下降，听得不是很清楚了。他倒是不慌，慢悠悠地晃下楼去，
他老七比他早起很多事，现在老七都不管了，他只管养花插花，催一催孙辈结婚。不操心的人，日子就是过得惬意。外面闹哄哄的，怎么回事？他问着老太婆。在修剪新鲜花枝的老太太头都不抬，应着族里的那些人呗，除了他们敢大清早过来吵吵闹闹，还有谁？龙老头皱眉，又闹什么？管家让他们进来吧。龙老头在沙发上坐下，大声叫喊管家，让管家放那些族人进来。他倒想知道族人大清早来闹什么。管家很快带着一班人进来，这些龙氏族人大部分都是老人家，与龙老头是同辈的，也有一部分和龙拓同辈的，年轻一辈一个都没有。很快大厅就挤满了人，没有地方坐了，他们就站着。龙老头看着这些族人，粗略算有50-60人，老的是当年和他一伙的。大清早的你们一起跑来这里吵什么？是不是龙拓又做了什么错事？龙老头对这些人态度还算温和，毕竟是当初和他一起干坏事的，算是忠于他的人。明哥当年那个孩子回来了。一个老头子有点慌，低声说道，我们今天起来都收到了一张纸，不知道谁送来的。那人说着就掏出了那张纸，展开后递给龙老头。明哥你看看，这是家主印章图。他们都30年没有见过家主的印章了，代理家主平时处理事情都是签名，没有家主印章的。其他人也掏出了收到的那张纸，没有例外，全都是家主印章图。龙老头看过后并不意外，他都确定了叶龙庭就是当年那个孩子。叶龙庭大张旗鼓去机场接穆晴妯娌俩，就知道他是要公开身份了。那小子一直戴着口罩，口罩下面的脸都是假的，戴着精致的人面皮面具。明哥那个孩子回来了，家主信物肯定在他身上，这张纸绝对是他让人打印了送过来，是告诉咱们他要回来接管家主之位了。那个开口的老头子着急的道，咱们怎么办？明哥赶紧派人去查呀，找到那小子，送他去和他爸妈团聚，咱们这些人才能真正的高枕无忧。是呀，是呀，大家七嘴八舌附和着他们，一个个都心慌得很。别人盼着真正的家主回归，他们是害怕真正的家主回归。不用查了，龙老头将那些纸张放在茶几上，用他的手机压着。我知道他在哪里，是叶龙庭。龙老头点头，可是咱们不是没有证据证明他是当年那个孩子吗？他被人收养了，养父姓叶，就是某省 A 市君家的现任当家人叶君博，养母穆晴，望城兰家家主的亲妹妹。当年我们是在望城找到保姆的，保姆宁死不说孩子的下落，众人你看我，我看你，他们都怀疑叶龙庭就是龙庭，苦于没有证据证明，又看不到龙庭的真面目，想杀了他失败告终，想潜入龙庭家里翻找信物也是失败告终。今天他们得到了真正的答复，叶龙庭就是龙庭。当年那个孩子早就回来了，并且做了很多准备工作。满屋子的人都在沉默，内心却惶恐不已。知道龙庭回来代表着什么，他们这些老骨头死就死了，可他们的儿孙还年轻呀，却有可能要替他们偿还血债。